俄军现在对乌克兰空军的机场盯得很紧，他不会允许乌空军升空，也不会允许外国军事援助通过空运的方式送到乌克兰。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美国开始培训乌克兰空军的飞行员。媒体报道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决议，允许美国空军开始训练乌克兰空军的飞行员驾驶美国制造的飞机，比如说 F-16 战斗机。这个决议一出呢，反俄分子们是摩拳擦掌，希望乌克兰飞行员用美制战斗机教训俄罗斯。F-16 是北约阵营当中最常见的一种战斗机，它的主要优点是产量巨大，价格便宜，而且生产线还在运行。美国几乎所有的盟国都装备了 F-16， 即使是以色列、日本、韩国这样的核心盟友，在装备了 F-15 系列战斗机的同时，仍然采购了为数不少的 F-16， 与 F-15 形成高低搭配的空军装备结构体系。美国一直拒绝向乌克兰提供 F-16 这一款优秀的第三代战斗机，主要是为了避免刺激俄罗斯。俄罗斯也是一个航空装备研发的大国和空军强国，但是近几年在信息化方面是严重落后了。如果乌克兰空军大量装备了 F-16， 同时由北约向他提供情报信息和预警指挥方面的支援的话，那还真是够俄罗斯空天军对付的。一旦乌克兰战场上的制空权一手，那俄军地面部队就危险了。如果俄军的常规力量不能保证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的安全，那俄军可能会考虑动用常规力量以外的手段。正是考虑到可能会出现这种严重的后果美国才一直没有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斗机，也没有组织北约盟国向乌克兰提供米格29或者是苏227这样的老款苏制战斗机。乌克兰空军约有5万人，便有1个空军司令部和3个空军集团军，6个1276运输机团，1个空中加油机团和1个空中运输队。主要装备有歼击轰炸机240架，歼击机340架，侦察机87架，还有电子作战飞机35架。俄乌冲突一开始俄军就用高精度武器致乌克兰空军的军事基础设施、防空设备、军用机场瘫痪，航空兵部队失去了战斗能力，防空力量被完全压制。但是在前一阶段作战中，乌空军损失的部分飞机和飞行员就不是通过大规模的空中交战损失的，作战装备特别是飞行员队伍好像还没有伤筋动骨。现在美国的援乌政策正在发生变化，美国政府突然决定培训乌军的飞行员，可能意味着不久的将来会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斗机。如果美国大量提供 F-16 战斗机，那良好的装备加上熟练的飞行员，有可能将乌克兰空军重新建立起来。我这里说的仅仅是有可能，实际上美国只是帮助乌军培训飞行员，提供作战飞机，还根本无法重建乌克兰空军。因为现代空军是一个庞大的作战体系，除了先进的飞机、熟练的飞行员这些最基础的要素，还必须要有安全起降的机场、充足的油料、弹药、航材和各种各样的熟练的地面保障人员。这些还只是保证飞机能够飞得起来、降得下去，真正要执行作战任务，还要有任务规划、预警指挥、通信导航、气象保障、要地防空等各类作战勤务保障。俄军现在对乌克兰空军的机场盯得很紧，他不会允许乌空军升空，也不会允许外国军事援助通过空运的方式送到乌克兰。美国当然很清楚这些情况所谓的同意给乌军培训飞行员，恐怕只是宣传上的需要，要形成乌空军的实际作战能力，基本上做不到。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